来骑那么多的车是为了来吃这个潮汕的，挺好的。不太懂吃啊，你来介绍。其实我估计这个在大马应该也能找得到，因为这是比较典型的潮州菜吧。我说不太清楚它算不算客家菜，但它是我以前学过这道菜。我们今天点的是白果玉米。对，你家里做过？对，副果。这道菜是市场牛河，那个比较厉害，就你赶紧得吃这个。哪个？市场牛河。市场牛河。先吃一口，然后我先来说这个菜。这个菜，我们有观众也给我们推荐过市场牛河，这大马就没吃过。我记下来。你吃了之后我们再来讨论。我觉得这家炒的非常好，因为我自己炒过市场牛河。这个菜就是比较很多的朋友们每次吃潮州菜都会必点的，就是比较经典的一款潮州菜里面的一个甜品。它的特点就是芋泥，它是对芋泥白果，应该里面会有几粒白果吧？今天这儿有没有？我能吃出它有一种焦糖那种脆脆的感觉，是吗？焦糖味，它用的应该是用荔浦芋头啊，那这里对米白果，不见，应该是用荔浦的这个芋头，然后蒸完之后用大量的猪油还有冰糖去炒。你刚说香港的什么记者来着？我当时我复刻过的这个方子就是著名的香港记者。陈梦英，然后他又有另外一个笔名叫特级校对，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《十经》，他就是收集各种方子潮州菜的广东菜的这个方子，《十经》里面其实是谈这些菜是怎么做的，我是用他的那个方子来做过这个东西，所以我知道整个过程是挺复杂的。我也复刻过，它的精髓就是用猪油，特别香甜。你吃的这个市场牛河，你什么感受？非常好吃。首先，印象最深的是它番茄的这种香气。我记得你说过番茄是提供了鲜味嘛？对。那这个番茄独特有的这种香气也是很明显的。然后接着第二感受就是那种滑嫩感，就干和湿之间的滑嫩感。相比说是这个肉好嫩啊，比那一碗那个叫什么牛河里的肉要更嫩一点。我今天这盘，怎么说呢？我跟你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它特别好的地方就是，它下面这个果条还是有很重的这种焦火气，上海话可能叫锅气。锅气。像那种大排档的，就是你感觉是猛火快炒，然后这个面条可能是跟火接触到的，或者是忘油之后的那种高温，使得它有略焦，这种焦香味。然后神奇的就是这个果条带着很重锅气，上面浇了，哪怕是浇了这一层湿润的酱汁，它都没有掩盖掉这种焦香气。是，而且搭配的你就感觉是珠联璧合，这个特别有。这里有我的广东的朋友跟我说，他们广东人拿这家店当做智慧酱那个小据点，因为认证就觉得这边菜是很正宗的潮州菜。有点有点啊。这样有点。其实我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这里面有两髓。有啊，你跟他要一壶。我又怕比较贵，所以没点。点一个。老板，两髓有没有？凉茶有吗？冰的。凉的有吗？冰的凉茶。你都是热的吗？凉茶都是热的。来一点，来一点。是。不是买的那种吗？不是，我们自己冲。他们自己做的，觉得这此店特色。谢谢。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？我看。秘方。黑豆水。黑豆水。这很不错，跟马来西亚喝的完全不一样。甜吗？带一点甜味。不是很甜，不是很两髓，它是只有热的，只有 fantasy。这很好，但是非常解腻，非常解腻。马来西亚凉茶呢，我还没喝过，尤其是功和堂的最深的颜色的那几款，喝得到第二天早上，我嘴巴都是苦的。
哎，你看这款干炒牛河里面，它的芽菜跟我们在马来西亚吃的有什么不一样？细长一些，嗯，也有芽菜的香气，还有韭黄。就马来西亚的芽菜就是矮矮胖胖的，就是我们这边就是细细长长的。脆爽多汁嘛。这个干炒的不行，太大这个肉也更干一点，但是加配这个辣里面椒黑胡椒的味道很好，点菜加辣椒就很不错。跟这个湿的一比，刚才就比下去了。这个大肉，太爽了，谢谢你，马上这个劲。晚上有没有去吃香菜？我一直改变计划。我那个是辣子，打自己脸的。完了吗？刚好。我觉得吧，其实我也经常会有一些反思。我们说刚刚谈到这个问题，我们身边的很多的长辈对小孩还是那种小孩是我的，好像专属财产。我对他有这个教养的这个义务，就是他应该根据我要的这个方式去做事嘛。我就想到。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如果小孩永远根据父母的指令去做这个事情，然后一代更比一代差呗。对，有没有想过我们做父母的局限性，将来是不是也会让小孩成为一个第二个自己？那么他生活就没有一个想象力了，就变成一挺可怕的个一件事情。自我证实的负向预言，因为你让他学你，让他做你的复印件，一定是不如意、不开心、不满意的。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就自己在寻找痛苦。是我举个例子，我爸爸是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跳过槽，他一直在这个企业里面，一个国有企业里面工作到退休嘛，也从来没请过假。是，所以我记得我以前要跳槽的时候，没有一次跳槽是得到他的祝福的，并且会得到像诅咒一样的评价，就是你本事大死了啊，你这种样子跳槽的话，你的新老板会要你吗？你试用期都过不了，你肯定不行，因为他没跳过槽，所以他就本能的想到跳槽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就是对吧？所以如果我以他的这个方式被他吓住之后，我可能就在那个轨道里面像他一样的人生，没有这个跳槽起伏的平淡的过这样一生。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啊，就大家会自觉不自觉的去履行这样的一个规范，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他的这个父为子纲嘛，他这套治理体系就是希望一层一层这样管起来。那管什么呢？这还有一个底色，就叫做集体主义。我就希望说你是服从集体精神，你不要太有个性，不要太有自己的想法，不然你就突破了他这套由上到下一圈一圈把你箍紧的这套体系，不彰显说个人的色彩、个人的力量、错误的价值没有。可是作为一个小孩来说的话，其实这种诅咒式的这种教育，比如说你要不听我的，你这一辈子就毁了，像这种很常见嘛，在我们的家族里面、家庭里面，对吧？其实我很想避免这种，因为我小时候受到我爸的这样的恐惧性、恐吓性的这种教养，我心里面很怕的，因为我总觉得自己就没有根据他的意思去做的话，我会得到一个很不幸的后果。这个很正常，你要知道，你比方说疫情3年。才3年，对不对？当我们脱下口罩的时候，我感觉像裸奔一样的不习惯。那才多小的事情，那你从小在你心智没有成熟、价值观没有形成的过程中，长年累月的20年的时间是被这样培养的。那你有一个底层的恐惧，要比这个牢固上100倍、1000倍，非常正常。不是。你刚刚说这点正好提醒我了，为什么我当时新冠3年之后，我是义无反顾的就脱下了口罩去坐地铁？那是因为我们知道说
新冠在我们这个年龄，即使得了，它的这个重症率和死亡率是很低的。我是不怕的。我想到了这个概率的发生的这个很低，我就忽略它了。对吧？理性的价值。是的，可是我们小的时候未必会有这样一套逻辑在那里。你爸说的时候，你产生的那种不悦、恐惧，那个是本能的情感反应在你的右脑，所以我们常常要用理性的左脑去抗衡那些本能的那些反应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给小孩更多的就是 voice for self， 他要想一想他做的事情是为自己考虑，就像你说的，对自己负责。对，而不是说我做这事情让我妈开心，让我爸开心，让我老师开心，不是这样的。为别人而活，一辈子很痛苦。你永远不达到别人满意的，你哪知道别人的标准？别人在为自己活，你去为别人活，有病啊！是有病。好，拜拜。